嘿，大家伙早喽！9月8号星期天，还是周末，又要去大阪城了。今天6点10分，有观众要见面。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先聊聊新鞋比赛。我新鞋快拿到了，已经在天上了。找了个转运公司。今天轻松跑，昨天跑完有点累。昨天中午骑车去吃寿司，2公里多，骑完可累了。今天起来就没事了。行，那咱一会儿聊啊。今天咱们早一点，咱们今天早点开始。有2双闭麦的鞋，还有1双特步的10X 6.0 Pro 一起寄过来，但愿寄过来的过程顺利吧。等收到以后给大家穿上试试。那我说都说的是就我这种情况的真实感受，但是我这种情况可能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因为我不频高，没有力量小，不服低，节奏快，对鞋的喜好就不太一样。你看今天因为打算不跑那么长，我就又把2代的阿尔法 Fly 穿出来了。但这鞋我就有点搞不定。好多小伙伴说别人说新鞋不能比赛，新鞋可以比赛，但是前提是这新鞋您穿过。那什么意思呢？跟大家还是举例子吧，说经历。2023年的东京马拉松，我去参加，当时就是不想冲成绩，就拍摄，然后体验。但是最后成绩还行，2小时47。我有视频，有节目，能拍了好多最后的冲刺的画面。那天穿的是2代的 Vaporfly， 是前天新买的，这一次都没穿过。新买的原因是，当时因为那场比赛不打算冲成绩，我带了1双那种定制的 Vaporfly， 那鞋面是那个 Flyknit 的那种，就是特早 Nike 的那种织面。但是穿上以后，突然那2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有时候那鞋我穿不好以后，脚踝那儿觉得特硌，有点疼。前一天早上起来轻松跑，就有点不舒服。那怎么办呢？正好也没鞋了，当时买1双吧，原价买的还挺心疼的呢。那为什么我敢穿新鞋比赛？像我刚才说的，我穿过呀。我之前的比赛都穿过2代的 Vaporfly， 而且我之前的训练也都是以普通款的2代的 Vaporfly 为主。就那一年，2022年那一年。那你说，这同一个厂商、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的鞋，你肯定每一双之间是有细微的差距，出厂的公差，那真不重要，对吧？这种情况下，他虽然是穿新鞋比赛，但是不是穿新鞋比赛，就完全没事儿。就这鞋跟这人，他不像买辆车，你得磨合。况且现在买车也不像以前了，说你真得特费心的磨合，对不对？讲道理吧。哪天白天再去给你们拍这个，就是你看那 Q Small 上头那一圈有护栏的，那是一圈塑胶跑道。原来我拍过，环境不错，所以穿新鞋没问题。那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这型号你都没穿过，那你肯定不能冒险说。举个例子，比方说特步现在出了6.0 Pro， 我买来了，我直接上比赛，我觉得不行。可能半马还勉强可以，全马不行。就为什么不行呢？几个方面啊，咱们就说，从我的经历和经验说。首先是会不会磨脚，就像我脚上这双2代的阿尔法 Fly， 对我来说就磨脚，就磨足弓的那个地方。你虽然说可以跟它互相去
磨合适应。像这双鞋现在我磨合的还行，但是这双鞋都磨合的快到寿命了，才勉强可以跑16、17公里，一过18公里还是不行。刚穿第一天这双鞋，4公里就把我脚磨破了。这种情况你要是穿着它去比赛就不行了。但是我觉得4公里就磨破的情况还是挺极端的。一般我这些年初跑那几年磨脚会比较多，后来就好多了，可能那时候脚也胖。我一般总结了我的经历是，磨脚大多数发生在12公里到16公里开始，所以我才说，就是你新鞋拼一个半马，可能能坚持。拼全马的话，要真磨了就看意志品质了。那针对这一点怎么办呢？你看，像我就是2024年的春节回北京拿到了5.0 Pro， 那时候的做法就是先去跑一个21公里。今天的训练就是21公里的计划，我穿上它，你大不了不行半截回来换嘛，对吧？我的经验是，如果跑一个21公里没事儿，那就真没事儿，就不会说30公里再磨脚了，那几率很低了。而且磨也就磨了，你再坚持10公里就到了，对吧？为什么有的鞋容易磨，有些不容易磨呢？我其实穿过的鞋不多，我都是就是这一个型号穿的舒服我就老买。但是我可以说，就是我觉得2点，一点就是像阿尔法 Fly 这种，就是它足弓那有点顶，像我这种足弓不太高，就它老有接触就磨。还有一种就是有的鞋前掌比较宽，其实像我穿1代的10X，我就觉得稍微的有一点前掌有一点宽，有的时候呢就会有左右的相对运动，但是那个磨的次数少，1、2次。我觉得对亚洲人的脚型，就如果您足弓不够高的话，可能特步的鞋就是从3.0 Pro 开始，还有2代的就 Vaporfly 系列，不一定是2代的，1代、2代、3代都 OK。我穿过的，还有 BY， 还有飞影，这些应该还行，就飞影 PB 系列。你说您试个21公里没事儿，它至少就不会让你出磨脚的问题。至于黑指甲这些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就是鞋大小合不合适。大小您自己看，自己穿上就能感觉出来，对吧？首先它不让您受伤，再说能不能让您出成绩。我一般这么干，就是这鞋穿上以后，我找一个状态不错的日子，跑个强度课或者跑个阈值，我就感受它2点。第一点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劲儿，因为你刚开始人肯定是有劲儿的，你觉得他有没有给你加持？不吝啬的说，不吝啬的夸奖，就是阿尔法 Fly 2代和3代，包括今天我穿这个2代，穿了很旧的，它确实上脚挺有劲儿的，在前掌那儿真的是挺有劲儿的。而且如果你的落地跟蹬起正好都在它那个气垫的那个位置上，确实能感受跟没有这个气垫的碳板鞋有一点点区别。然后为什么有人老说3.0 Pro 就是特步啊，要比5.0 Pro 穿着感觉脚感好呢？我的分析就是，当然我还是更喜欢5.0。我的分析是3.0 Pro 的鞋底儿就还是同样的位置会有点弹，让你觉得呢不自觉的就有点弹，这起步就有劲儿。但是我说下一点就是所谓的衰减，其实大多数时候啊，比赛中这42公里鞋的衰减是可以忽略的，现在的顶尖的竞速鞋都可以忽略的。那为什么您会觉得衰减呢？其实更多时候是人衰减了。这以前我有一期节目说过，就是你腿没有刚性了，得靠鞋来给你补偿。那这个时候像我这种这种技术动作的
跑者，就我更喜欢硬一点的底儿，就跑起来啪啪啪啪那种。所以我更喜欢特步的 5.0， 还有像 Metaspeed Edge 这种。反倒是这个底儿稍微有点黏，稍微有点软的，我差一些。就比方说，你看 Vaporfly 3这双鞋，我挺喜欢的，2我也挺喜欢的，但是实话实说，穿它跑马拉松比赛，到后边是会觉得鞋底变薄了。就是体感上，所以你试这鞋的适不适合您参赛呢？就试这2点。这有一次强度课也试出来了。然后最后就是你根据比赛的天气情况来调整。特热的时候你就不能穿那种透气不好的，你下雨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穿海绵太多的。如果这路呢好多石头子儿，你就不能穿那底下为了好看设计好多那种特别明显感觉就是为了卡石头子设计的那种孔洞的，因为万一卡一个大石头你就完蛋，你坚持不下来，你肯定得扣掉它。那比赛中你要是站在那儿单腿弯起来让手抠鞋底儿，那这姿势挺难受的，容易抽筋儿，对不对？马拉松比赛不能停，你因为鞋带开了什么的一停，这场的成绩，除非就是您是在很大的进步阶段，否则 PB 肯定是不可能了。在最后咱们说说鞋带，目前我穿过的鞋里，可能 Nike 的鞋带，还有现在那个飞影 PP 4.0 那种鞋带，我觉得挺好的。就虽然我还是会打一个死扣，但是它基本上不打死扣也不会开，就是你系完以后把鞋带甩出来，鞋带再塞到那个鞋带里，让它不左右甩着，对吧？所以你们看我今年的大阪马拉松，我那双 5.0 Pro 我换上了一双 Vaporfly 鞋的鞋带，没用它原厂那个。就特步从 3.0 到 5.0 这2双鞋的鞋带，我觉得包括 1.0 都是不太好。一是太长了，二是那个材质确实是容易开。那鞋带这东西反正用不坏，您就找那个颜色合适的。新鞋来了，我觉得这双鞋鞋带不好容易开，你就给它换了，从旧鞋上，对吧？这我也实践过，比赛中实践过，而且是跑了 PB 的比赛。就是那天实在是没有合适的颜色，那双特步是红的，弄了个白的鞋带。你要实在没有鞋带长，我还有个办法，你就把鞋带剪成你觉得那个长度，那这时候头那容易散呀，怎么办？对吧？有几个办法。简单点的办法就是你就系一个死扣，在鞋带上打一个结，就那种结绳记事那种结，然后再把那头绞了，这样就是不太好看，而且你那鞋带你系完以后必须得压到那其他鞋带底下，它跟那甩着的话，那鞋带头沉，因为你打了个结嘛，对吧？但是挺可靠的。然后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拿打火机烧一下，一般那种鞋带都是那种化纤呀或者什么材料的尼龙的，你应该把那头烧硬了，给它烧一下就行了。但是我一般都是打一结再烧一下。然后还有办法用那个热缩管，有搞电子电路的应该知道那热缩管，拿热缩管给它套上，然后一烧。你要是激进点，再拿钳子再夹一下，把多余的绞掉。这都是就我干过的，这样鞋带就不长了。鞋带太长，我觉得也不好甩，不好系。因为我有
2双110X 1.0那双鞋，都是鞋带长，我就那么脚。行吧，那我总结一下啊。第一，新鞋只要这型号您是之前经常穿了解的，就可以直接穿新鞋比赛，没问题。唯一的风险可能这双鞋有质量问题，对吧？然后第二就是一双鞋买来到能比赛，您至少一次21公里，一次强度课。一是测试它的就跑长了以后会不会磨脚，第二是你感受它有没有力量。您要是想再保险点，你可以找一天累的时候再跑一次强度，你看看不同的表现。但是这些说实话对普通人来说影响非常小，真的非常小，就对成绩的影响都是非常小的。它影响什么呢？影响跑起来的感觉和心情，然后就没了。再不用老听，没有那么多绝对的说这新鞋就一定不能怎么着。我有现成的马拉松的例子，对不对？刚才我说的所有这些经验经历，都是我有全马比赛的实际的，就我这么做了，用全马比赛来验证过的，而且成绩都还不差。就对我来说，各位放心相信我，好吗？那我掉个头，一会儿咱们去跟观众见面了，加油干！9月8号星期日清晨7点09，第2个训练日训练结束，跑了19公里，平均配速5分0几，心率136，好像是，大概看了一眼不记得了。刚才碰到了从台湾来的观众，又给我带了小礼物和凤梨酥，一会儿回家吃早饭的时候吃个凤梨酥。然后碰到好多朋友，今天跑团的小伙伴们从大阪城跑去那个大阪，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开的，叫 Grand Green 什么的 Osaka， 好像可能在梅田那边吧，我没仔细看呢。他们要去那儿玩，今天周末，一到周末跑步的人也多起来。今天大家聊聊鞋，你看我这双鞋，今天是这个，和这个鞋的这个地方就会磨破我的脚，但是今天19公里还好，就是天凉爽下来了，就是热的时候会更容易磨水泡，所以大家买新鞋不可怕，新鞋比赛也不可怕，您就看我今天前面说的内容就 OK 了。等我过两天拿到我的3双新鞋再给大家汇报，好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